老美最近几年貌似不太和谐呀。假如说在印度对智人 KDA 最高的野生动物是老虎，在日本是熊，那么在北美洲东南部沼泽河湖纵横的区域，这个角色一定是美洲短吻鳄。它们披着厚重的鳞甲，潜伏在浑浊的水面之下，是湿地生态系统中的顶级捕食者。对非洲的尼罗鳄而言，在尼罗河边看到别人饮水的身影，往往代表着人头要到手了。而在电视纪录片里，短吻鳄往往被塑造成了一种炫酷憨厚又带着一些可爱的不危险动物。但是再温和的野生动物，当它长了一张血盆大口的时候，它也很难不造成伤人事件。近年来美国多地接连发生短吻鳄袭人事故，有人在休闲时不幸遇难，有人因一时疏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，还有些人比较抽象是在犯罪逃逸之后被短吻鳄给处决了。咱今天来了解几件短吻鳄袭击的抽象事件2015年11月13号，布里瓦德县警方接到报警，称2名黑衣可疑男子在社区民宅后方徘徊，疑似准备入室盗窃。警方赶到后，2名男子分头逃跑，其中1人逃脱。22岁的马修里金斯选择跳入了附近的湖泊躲避追捕。警方搜索无果后，判断马修可能藏在了湖中，随后派出了潜水员搜寻。可谁知此时正有一条体长约3.35米的短吻鳄在河道游走，潜水员险些遭遇干渴，搜寻工作被迫停止。10天后，警方在湖底找到了马修的尸体，其伤势符合短吻鳄袭击的特征。随后，警方捕获了这只攻击性比较强的短吻鳄，检查发现其体内有马修的遗骸，与马修身上的伤口是完全吻合证实马修跳入湖中后，很快就被短吻鳄给捕食了。他躲避了法律的制裁，却最终落入了自然界的法网。无独有偶，佛罗里达州米克苏基印第安保留区也曾发生类似悲剧，一名男子涉嫌在当地度假会议中心停车场盗窃车辆，警方抵达后，该男子仓皇逃跑，纵身跳入附近湖中，却不知湖中潜伏着一只体长约2.7米的短吻鳄。潜水员当晚展开搜寻，前2次搜索均无收获，直到第3次下潜，才在湖底找到该男子的遗体，其躯干上部有明显的短吻鳄齿痕，法医确认其死因是短吻鳄袭击。事发湖边早已设有警示牌，但该男子惊慌逃窜中完全无视警告，最终丧命。肇事短吻鳄随后被捕获处死，后续将被火化或掩埋。专家提醒投喂会让短吻鳄习惯人类的存在，将人与食物划等号。正常情况下，短吻鳄会躲避人类，而这只短吻鳄极具攻击性，是完全不怕人的，可能就是被投喂了太多次所致。除此之外，自然灾害也可能扩大短吻鳄活动范围，增加人鳄冲突的概率。比如在2021年就发生了一起鳄卷风事件，当年飓风艾达席卷美国路易斯安那州，造成房屋损毁，数百万人断电，至少2人死亡。而洪水也同时将短吻鳄带入了社区，带来了致命威胁。圣塔曼尼第1消防区发言人透露，在洪水中，一名71岁男子惨遭短吻鳄袭击，其妻子亲眼目睹了全过程。当时妻子听到屋外骚动，出门后发现一只短吻鳄正对其丈夫发动袭击，一口咬断了他的手臂。妻子拼尽全力将丈夫拉到台阶上脱离洪水，随后转身去拿急救物资并求救。她返回时，丈夫已在浑浊的洪水中失去了身影，实在是非常悲惨。事实上飓风来临前，官员已预警红泛社区存在短吻鳄袭击风险，当地沼泽众多，短吻鳄泛滥，在夜晚其环境极度危险，救援人员需等到天亮才能展开救助。佛罗里达大学研究人员称，短吻鳄比人们想象中更聪明一些，它们能通过感知气压变化，在风暴来临前躲进自身挖掘的洞穴或土穴中躲避冲击。因此飓风期间短吻鳄袭击人的现象比较罕见，但风暴过后情况就截然不同了。佛罗里达大学生物学家、短吻鳄专家詹姆斯·罗斯表示，飓风来袭时气温高水量大，处于上涨之后，短吻鳄会四处活动，顺着洪水闯入居民区寻找新的生存空间，大幅增加了与人类相遇并引发袭击的概率。近年来，美国南部多次在大型风暴过后发现了短吻鳄的踪迹，比如在飓风萨利登陆后，阿拉巴马州就曾有女子拍到短吻鳄穿过社区。科特琳娜飓风过后，密西西比州一处养殖观光农场约有250只短吻鳄逃出围栏，展现了一波销身鳄的救赎。除了这些意外悲剧，去年老美还发生了一起极其抽象的装叉未遂事件。2025年一个周五的清晨，在德克萨斯州奥兰治县福卡特码头，28岁男子汤米·伍德沃德和一名女子在码头周边游玩。由于事发前一周，有人在该河口发现了一只体长约3米的短吻鳄，所以码头管理方张贴了禁止游泳、有短吻鳄出没的警示牌，并安排工作人员口头提醒民众远离水域。但汤米在得知这个信息之后，仿佛逆反心理大爆发了。据码头员工米歇尔·奈特回忆，他曾反复劝阻汤米不要下水，却被其不以为然
的拒绝。汤米嚣张地对短吻鳄使用了嘲讽技能，他脱掉衬衫，拿出钱包，说了句“去他的短吻鳄”，之后毫不犹豫地跳入了水中。说来也巧哈，老鳄仿佛已经在水里蹲了很久。当汤米刚刚入水的那一刻，入水的水花都还没落下的时候，短吻鳄瞬间咬住了汤米，给同行女子吓得是连连尖叫啊！悲剧发生后，码头工作人员用手电筒照射水面，看到汤米脸朝下浮在水上，几秒后被拖入水下，再次浮起挣扎几下后便彻底消失了。等救援人员赶到时，水面已恢复平静，经数小时搜寻才找到了汤米的遗体。看完这几起悲剧，很多人可能会疑惑哈，短吻鳄是否天生好斗呢？它是否喜欢主动干个人类呢？答案是否定的。人类与野生动物互动2023冬季刊研究显示，96%的人鳄冲突由人类疏忽的危险行为引发，仅4%是无挑衅咬伤。美洲短吻鳄性情相对温和胆小，不会将人类作为常规猎物，平时比较多的是主动躲避人类，仅在领地被侵犯、受刺激后才会攻击。数据表明短吻鳄袭人事件占美国所有动物袭击事件的比例极低，致死率比熊、野牛甚至是鹿都还要更低。短吻鳄相比于老虎和棕熊那样主观能动性极强的选手来说，更像是一个游戏关卡的默认机关。是否袭击人类主要取决于人类的行为，当人类离它太近时，它很可能会出于捕食的本能发动咬碎攻击，而投喂也会让其进一步脱敏，让它把人类和食物进行一丝合情合理的联想，增加了袭击的几率。此外，短吻鳄种群恢复与人类活动扩张，让二者的接触更加频繁，也加剧了冲突。事实上鳄鱼袭人事件大多可预防，不靠近鳄鱼常出没水域的话，一般来说不会被鳄鱼袭击。毕竟老鳄想像棕熊那样开门翻窗户啥的，多少有点不现实。关于短吻鳄袭人的介绍咱告一段落，感谢大家观看。要喜欢的话，请点个赞加关注。我是戴红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今天又是普通的一天，加油吧大家！